想做什么都可以尽量尝试就对了。这里是从一个时间6万3000个人可以做礼拜的。大了吧？马夏拉，绝对是要马夏拉的。土耳其米饺，对吧？没错的。我跟你说，涂家也是第一次做。你看妈妈的表情，妈妈。哎，等一下，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他说喝完这个之后，你的小容容变50公分。不可能，很扎实哎，哇，好香哦！看一口的味道。哦，马上就有了。右边到左边尝试，外面到西角，外面到西角这样的。嘛 ，boss 的话，这个是结婚交女朋友的意思，是的意思是什么？双面人。双面人，那个羊肠烤它的形状非常特别，你看一圈一圈一圈，你们把那个羊肠这样缠绕起来。结束了卡巴多基亚的奇幻之旅，我们跟着涂家的脚步来到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由于是政治与文化的中心，让这里的生活步调和其他城市截然不同。而身为在地人的涂家，当然要带我们看看安卡拉的私房景点啦。涂家，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很漂亮，对，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我们叫了哈马门呢，老城区比较老城区。其实这里是15年之前没有的。哦，真的假的？15年之前是这种的有老的房子嘛？最老对。哦。之后这里的市政府开始这边变改的，为什么嘛？这个是奥斯曼帝国的比较土耳其中部的房子的风格嘛？对。你知道珐琅华城，你去过了对不对？我去过。对。哎，其实很像。台湾的朋友们还是别的国家的朋友们来安卡拉的话，一边在这里拍照，一边吃东西，还有在这边可以学安卡拉的历史。对，我觉得这边真的蛮舒服。对啊，两边全部都是咖啡厅。对，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哦？鄂图曼土耳其时期的建筑最特别就是它的阳台，它都会有一个阳台铺出来的，哦，非常可爱。阳台全部都有。阳台现在我们的文化新的道路也肯定有的，因为是你们台湾人觉得阳台的意思是什么？晾衣服的地方。没错，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阳台的意思是喝红茶、聊天的地方，放松的感觉。之前的阳台你看超漂亮，对不对？后面的是这个是好像是阳台的风格，为什么吗？因为是我们看外面跟朋友、邻居聊天，那边喝红茶、喝咖啡，这个文化很重要的。OK。这一区的名字叫做 Hanamunu， 从字面上的来说，就是公共浴场周边的社区。2000年代初期大规模的修复之后，重现了鄂图曼帝国的民宅风貌，并保留了多座木造和红砖的建筑，如同时间胶囊般，让人享受着过去和现代交错的旅行体验。哈马门我最喜欢的是这边的咖啡真的很好喝，咖啡很赞。对，之前我也一段时间我在这边打工了。哦。还有这里之前有很多传名的咖啡厅，可是我听说最近没有很多。没关系，你不用担心，为什么？我要算，因为台湾人最喜欢算命了。对，可是还有在你的旁边有一个算命老师。我们先来点一杯土耳其咖啡。我们来看一下，以涂家的标准，这位咖啡师有没有正宗？我现在认真看。我是咖啡老师嘛，没错，真的，现在没错的。OK， 继续。哎，接下来重点来喽，它是用热水还是冷水呢？我们来看一下。看，中了，你看。对，没错的，我说了，他们认真。他现在为什么用这个，你知道吗？我们很喜欢汤嘛，对，所以这个水现在比较热一点，所以现在杯子也变热。OK， 他们真的专业的，开始了，把它埋起来。对，你看，一般的话我们也是水的时候不停，一直动作。这样大概要多久？1分钟？1分钟，你看开始了，已经开始冒泡了，已经开始了，哇，真的很快。还有它的泡泡真的很多，很绵密啊，做的很厉害，专业的一个老师。好来，看，滚嘞，超级快。看，杯子已经变热，这不到1分钟就已经。啵。马莎拉，专业的老师。我要那个白色的，为什么我们发明要看那咖啡渣算命。对，其他他们用的贴纸这些好看，可是你看
土耳其咖啡配一点水，为什么吗？比较浓的咖啡，所以兑水一点，喝对，还有旁边放小小的一个软糖，对，哇，透过涂家的说明，我们才知道土耳其人把沙煮咖啡视为一门古老的技艺。由于对于煮咖啡的过程有一定的坚持和尊重，虽然看似简单，却非常讲究火候和时机。只能说沙煮咖啡不仅仅是饮品，更是当地人的文化仪式。先我们喝一点水，我们嘴巴里面的味道，滋润一下对。有一个重点，你的咖啡上面有没有泡泡？有泡泡的话，老师做的真的很厉害的。满满的泡泡。喝的时候不能很安静喝，真的很好，好像是60岁的一个叔叔喝的样子，很厉害的。你看，就跟吃拉面的感觉很像。对，现在我们需要关起来。哦，把它这样的卡。对，杯垫关起来，那右边到左边3次，外面到心脏，这样的。1、2、3，速度需要快一点。好。对，厉害。OK。那你有零钱吗？放那边。你按想一想你想要的东西，可是跟我没有分享。对 ，money， 在台北2个房子、法拉利都可以的。据了解，咖啡算命源自于鄂图曼帝国时期，当时皇宫中的女性透过解读咖啡渣，诉说着彼此的梦想、爱情和命运，进而从宫廷流传到了市街巷弄，一直到现在则逐渐转变为算命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看的大部分是有些动物。动物。对，每个动物有一个意思。比如说，你看到鱼 fish 的话，这个是 money 的意思。你看马 horse 的话，这个是结婚、找女朋友的意思。还是有好的，有不好的。你看到蛇的意思是什么？双面人。你对你很好，可是你的后面有很多讲话在你后面讲话的不好的朋友的意思。速度需要很慢，不要很快。里面的图案要不然改这样的。1、2、3，杯子给我。我看一下，这边你看到吗？你有超级大的一个鱼，这个的意思是什么？你未来赚很多钱。你看，一般的人的鱼没有这么多。对，这边有一个人的头，比较老人的头嘛。对，左边这个嘛。对，你看他的鼻子，他的这里还有他的眼睛嘛。对，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它是你的生活的中间。所以你的生活上面影响很大。对。你比较听他的说话，有可能他是你的爸爸，还是你的叔叔，还是你的1号的一个老师嘛？还有你发现吗？你的路的是都是白，这个的意思比较多。这个的意思是你未来2、3个营业，不是这些 YouTube， 不是这些电视节目，你还有别的选择，你都成功的。有可能你自己的牌子的一个衣服，还是什么他都给。来。还有你未来原来解读者会看见呈现的形状、动物、符号，甚至是某一种暗示。不论准不准确，土耳其人都相信咖啡渣藏着自己内心的投影。也有人说，这或许不是算命，反而更像是一次倾听自己的过程。那你看我的一下，你刚刚你里面会看到什么图案？我很好奇。但这个感觉是什么东西？这有任何的？你看这边有一个鱼，对，这个也是鱼嘛，这个也大，对。还有它比较像什么？海豚，兔子。对，兔子。兔子的意思是什么？未来你确定的什么都事情很快确定的。这个是有好的有不好的，不好的部分是哪里？真的像兔子。有些东西你需要想太多才可以确定嘛。可是我比较是吃兔子的，我说我开一个餐厅的话，我快开，没有想太多。先做再说。对。这个是我的个性，然后他现在真的专业的。算命很多国家都有，只是巧妙各有不同，信或不信当然就是见仁见智啦。倒是我们现在要去拜访涂家的家，我也是超级的期待。当地人住家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里是我的 Kingdom， 其实我也是每年一次来嘛，所以每年回来一次。对，我也没有很熟的。之前我们住的是比较靠近你们的酒店那边，市中心。对。可是这里是比较轻松安静的。对，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就住宅区啦。对，那边比较营业区那种的，比较大声音。
人吃。妈妈已经开始吃的东西。哦，哇，那你说吧，说你方非常便洁白的一个风格哎。因为土耳其人比较习惯是有2个法庭嘛，一对个是客人来的时候，一个是他们自己做看电视的，这里是自己看电视的地方，说方便说。你们看，涂家马上切换模式，回家的感觉。哦，妈妈来了。Merhaba, Selamünaleyküm. Hoş geldiniz. Merhaba, hoş geldiniz. 现在妈妈不好意思，因为是她觉得是很乱。这样还很乱，我 Karışık çek. 你看，她说这边很乱，你们为什么没有跟我说？这个阳台太夸张了。你有看过阳台铺地毯的吗？对，这个是因为是，比如说天气比较好的话，这边直接打开在这里喝红茶，还有后面有一个阳台，后面还有我们的，你看我们吃的东西，这把它晒干，全部晒干嘞。对，哇，这好轻飘，你看很清脆的声音。对这些不是玩具，这些真的晒干的，对不对？真的，里面没有很多东西，可是他们是，对，夏天他们准备番茄嘛，你看有狗酱，他们不是超市买的，他们自己准备的。对，这个是我们的马来城市来的，我们弄的这样的。比如说有橄榄，很大的一个橄榄这样的，每个土耳其人差不多这样的。现在很小，因为是现在他们只是2个人，我们在的话很多。这边天气就是很干，它连那个瓜子都不用盖盖子。对，台湾马上就轮起了。对对对对啊，这里是1年2年真的没问题的。真的真好。那我们去看大客厅吧。还有另外一个大客厅。对对对对，我们的客户来的话，我们直接。刚刚是小客厅哦，我们来看一下小客厅，我们觉得比较方便。这里是我们样品屋，绝对是样品屋。对，真的会有人用这边吗？这很像样品屋。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这样子？你看这个整个装潢，这里是小的阳台，可是我们没婚礼嘛，婚礼的关系，这里现在没有位置，可是我们这样的吃还是蛮大的啊。还可以了。这个是，哇，这你看土耳其人真的对这个阳台非常的讲究。对啊，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小阳台，让大家可以看看外面喝红茶。在土耳其，每个阳台都是一个家的延伸，它不仅仅是看风景的地方，更是和邻居聚会、喝茶的生活社交场所。就在我们聊着聊着，更是热情邀请一起进厨房，一起帮涂家妈妈下厨啦。这个是土耳其迷你饺，对吧？没错的，可是我们说 mantı， 对，这面皮已经就是妈妈帮我们弄好了，我们就直接滚就可以了，对吧？直接用下来。对，对，加油，压一下。再一次哦，再一次。都没有啦。哇，其实很用力嘞。对，等一下我看。哎，非常不对。对，非常不对。来，这个要一口气用下去，要不然它会，对，要很用力哦。非常不对。哇！我跟你说，涂家也是第一次做。你看妈妈的表情，你看妈妈。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种的做好不好？啊 ，OK， 我们开始。那我们现在9点，现在开始。妈妈看不下去了。这真的不容易耶。对。然后看妈妈示范。Bir tane gösteren ne？ 第一个给我们看，好不好？捏一点，就一点点而已哦。一点点，你看包起来，两边这样的，对，这样的。哦，第一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比例尺，就这么大而已。这太多了，太多了。超多，超级多，这个不是台湾的水饺。那我们台湾就是在包水饺，就是越大越好，这个是越小越好。对，这样，看看，好像有哦，好像没有，这个是什么？很乱。哎，不是很好看。你看妈妈做的跟我做的就是有差。你看，你看我做的比较 OK 的。哎，你比较 OK，代表这个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代表我肉包太多了。是吗？肉不能包，真的不能包太多。这个是，哎，我不行。好，这个又失败了。我那边。这个不好。哇，这个不好。这个真的都不是很容易。我觉得我们要把我们做的跟妈妈做的分开。对，所以我们加油了，这样的话我们丢脸。妈妈看到的话，他们笑我们，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是有个传统，对吧？对，之前他们怎么做，你知道吗？啊。一个女生做的越少越厉害的。越小越厉害。之前一个汤匙上面他们放40个。那好可怜。对，40个。可是现在我看你的大概2个、3。OK， 这个也放。OK， 好了。够了。我觉得已经。这好难哦。这样。
这样 Ha, OK， bak karıştı. Tamam oldu. 他说 OK 了，妈妈说不错，对，他说这不错，这次不错，马夏啦。马上了，光从这个包饺子就能看出土耳其和台湾的文化不同。台湾的饺子是越大越好，代表财源饱满；土耳其反而是越小越好，证明女子的手巧，赢得婆家的喜欢。这也让我更期待土家妈妈的拿手菜会有哪些惊喜。总共有1、2、3、4、5、6，还有一道茄子还在烤，对，没总共错， 7道菜，2还有汤，还有汤的。我觉得我们先从饺子开始对。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Olmuş mu? 它有点像在吃那个面疙瘩，因为它的肉比较少，对但是它的面皮很 Q，对，对，还不错。我觉得这个优格非常的犯规，因为它酸酸的，会让你越吃越多，对，会开胃的感觉。我来试一下这个土家最爱的葡萄叶感觉。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南部排湾族的那个吉拿富，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也是它是用假酸浆叶去包，但是它那个是用小米，原住民的小米，然后它会比较软糯。那这个的话是粒粒分明的感觉。那继续吃。我有可能我不记这些。对，大家应该可以想象那个，如果你有吃过吉拿富的话。果然，土耳其人的热情总是从餐桌开始。饺子配优格、葡萄叶饭卷、茄子香肉、红扁豆汤、沙拉、焖鸡肉等等，满满一桌的盛情款待，让这趟旅行多了家的感觉。吃饱喝足后，带上满满的感动，我们结束了安卡拉的行程，立刻马不停蹄回到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这里还有许多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人文风情。土耳其人知道这个清真寺，这个清真寺算是最新的，还有土耳其最大的清真寺。这个我也没来过，而且它其实是在2019年才完工的，算是很新很新。其实2013年开始到2019年，因为是这个是我刚刚说的土耳其最大的嘛，还有这里是同一个时间63000个人，同一个时间可以做礼拜的，太大了吧？对，土耳其最大的。对啊，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吗？这里伊斯坦布尔最高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你来这里的话，全伊斯坦布尔可以看到这个景点第一，伊斯坦布尔第一。而且我们现在人是在亚洲区，哈，算是游客比较少会来到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景色，哎，前面其实就看得到了，对，很漂亮，而且今天艳阳高照，赞！你看，哇，哎，来，各位看一下，太帅了吧！还有，你应该知道土耳其的清真寺跟阿拉伯的清真寺哪里不一样的吧？我们的清真寺的风格是你看到的话，外面我们很常用大理石的，白大理石的，雪白的大理石。对，还有我们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的特色是什么？这个的名字是怎么说？我忘记。这叫宣礼塔。宣礼塔。对，这个有6个。对，6个。对，一般的有小的是2个，很小的话1个，可是大的清真寺有6个嘛。在伊斯坦布尔有我知道。第一，这个还有蓝色清真寺，所以我们的清真寺的，你看，来的话这边都是哇，很特别的大理石的。我们觉得是这里是穆斯林来做礼拜，还有我们需要很干净嘛，所以你进去这边的话，你有那个感觉，这里是已经很亮，没错，很白。还有我们的伊斯兰教的文化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人很多一起做礼拜的话，我们觉得更好的，所以我们特别礼拜又特别去大的清真寺。你看右边就是整个非常漂亮伊斯坦堡的景色，漂亮的伊斯坦堡。哇，这个大理石太美了。这个大理石其实超贵的一个大理石，对啊，感觉出来它是与众不同的。哦，你看。玛莎拉，玛莎拉，你真的很会用这个玛莎拉，哇！你看，真的玛莎拉，真的。强穆勒加清真寺，这里不只是信仰的中心，更是生活的一部分。总面积大概是35万平方公尺，大约就是49个足球场这么大。远远望去，就像一座雄伟的堡垒，向世界宣告信仰的力量有多么的坚定。而随着人群，我们走入了清真寺，里面就像一个时间静止的世界，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进入清真寺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脱鞋。对，好，所以我们要准备这个，这边都有那个塑胶袋，拿一个塑胶袋把你的鞋子装起来。还有，土耳其的清真寺有一个规定，一定你需要袜子，
这个是规定。哦，一定要穿袜子。对，其他的国家，马来西亚、印度那些这个是不一定，可是在土耳其的话，穿袜子。对。好，那我们就进去吧。哇哦，现在你说，哇，马夏拉，绝对是要马夏拉的。现在已经是清真寺的内部，所以呢，我们得尽量把我们的声音放低，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场所。对，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正中间，其实跟蓝色清真寺是有点相似，但是比蓝色清真寺更为壮观。对，大家可以抬头就可以感受到，目前的最上方的拱顶直径是达到34米，但是呢。整个清真寺的设计一个细节，它都有自己的单独的一个设计语言。34代表什么呢？34是代表我们伊斯坦布尔城市的一个编号，所以呢，设计语言中的一个拱顶的直径34米，代表伊斯坦布尔。高度是71米，代表什么呢？代表是伊斯坦布尔生活的71个不同的民族。目前可以看到整个天花板啊，它都是用很壮观的金箔的一个形式的一个阿拉伯的一个古兰经书法来装潢整个清真寺。当然，基督教们他们怎么装潢自己的教堂呢？当然是用图形。所以我们的宗教里面是肖像是禁止的，所以我们只能用阿拉伯的一个书法的几何对称来装潢我们的这个清真寺。但是呢，其实我们清真寺呢，最开始并不是有拱形的这个拱顶的这个设计啊，这个是拜占庭帝国时期的一个设计风格，后期才有的。后期奥斯曼征服了拜占庭，到后来呢，把它的一个设计的因素跟自己的一个穆斯林伊斯兰教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新奥斯曼主义、新奥斯曼的一个建筑风格。所以所有的清真寺几乎它都会有拜占庭式的拱顶，然后外面添加的宣礼塔的一个形式啊。这个黄金的话，这个是土耳其有的。你们去阿拉伯、马来西亚的话，他们比较没有这么夸张的，因为是这个你们场地看到的是有些亲一些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艺术嘛，所以土耳其的比较奥斯曼帝国文化来的清真寺里面的风格是这个。一般的话，阿拉伯国家的这是白的，场地白的，可是我们的是比较夸张。我觉得这个是超漂亮，真的很漂亮，而且还有一些彩色玻璃。对，每个清真寺，他刚刚也说了，每个清真寺有一个故事。邦斯清真寺有一个故事，这个清真寺有一个故事，不是只是他们做清真寺，他们做这边一个文化中心。还有你们看，我们的清真寺的这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那边我们的伊玛目，伊玛目中文怎么说？教长阿訇，阿訇。然后那边是他在那边的地方是也看用大理石，还有这个是你们知道咖啡的那个卖家的方向。对，所有的清真寺指的正前方的方向一定就是圣城麦加。如果没有那边的话，你的做的会没有意思的。将文化和历史融入建筑风格当中，让每座清真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且清真寺不仅仅是信仰的中心，也是市集和商业的集散地。这也就是为什么 Bazaar 会跟清真寺紧紧连在一起。走访清真寺的同时，也能从附近的 Bazaar 一窥当地的生活面貌。因为其实清真寺在早期就是一个主体嘛，大家信仰中心，然后从外面开始发散啊，你说学校啊，或者是市集，甚至住宅区这样为主，对吧？其实现在台北也有一个大清真寺嘛，台北大清真寺。礼拜六你们去的话，礼拜六他们隔壁有卖这种的吃的东西，有些衣服什么的。这个是伊斯兰教的文化，因为是清真寺，大家去那边嘛，所以它的旁边有这种的bazaar。Salam alaikum。Salam alaikum。没好吧？特别，它这边基本上你说 Turkish delight 就是甜点，没错，或者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你说香料，或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这些是茶吗？ Bu çaylar sizin kendi şeyiniz değil mi? Tasarımınız.他说他们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对，他们试试看。今天我干嘛？他试试看里面加什么东西的话比较好，薄荷，对不对？对，橘子，还有什么绿茶，他们一起试试看之后，他们喝喝看。这个是不是
昨天找到的，他爸爸很有经验的嘛。传统。对对对，我这边发现很多很可爱的名称，你说 stomach 就是对肚子好的，或者是这边 memory 啊，你的记忆，那像这个 detox 排毒啊，这个就是刚刚说的 flu and cough，它其实都很新鲜，那味道在这边非常的强烈。在土耳其，喝茶不仅仅是一个习惯，更是一种养生哲学。除了最经典的红茶之外，当地人也特别喜欢喝各式各样的花草茶。肚子不舒服吗？来一杯薄荷茶。季节更替，喉咙有点痒痒的，那就喝点百里香。土耳其人的生活智慧其实就藏在一壶温热的花草茶当中。那你选哪一个你要我喝？选这个胆固醇茶好了。啊，cholesterol，你很年轻了，你喝干嘛？detox 可以，你很会运动的。还有我选的。Burada diyor ki lav diyor. Bu ne zaman içiliyor? 哇 ，love tea。他说这个老体是怎么说？不好意思，做爱的30分钟之前。Ondan sonra 50 santim. 哎，等一下，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他说喝完这个之后，你的小容容变50公分。不可能。我要喝喝看，可是30分钟之后我们怎么办？没关系，我们鉴于实验的精神，我们就帮涂家点一杯 love tea。我试试看，如果没有50公分的话，我告他们。好，没问题。所以还有差11公分。这个就是我们直接加热水就可以来品尝它现弄的这个土耳其花草茶。放这边。因为其实你知道这些花草茶的价格都不便宜。我刚刚随便看了一下，你说像这个 love tea。1公斤哦，是3800块里拉哦。对，然后 Energy Tea 2600，它平均大概都2500以上。它其实这个就是淡淡的花香味，它也没有很甜，我觉得还蛮健康的。Vallahi çok sağlıklı. Doğal. 他说100%天然的。喝茶养生不仅仅是土耳其的日常，来巴扎逛逛更可以看出当地人的喜好。尤其对爱吃甜食的他们来说，这一串串色彩缤纷的软糖就是疗愈的一个幸福啊！他们都是同一个名字是软糖，可是不一样的很多味道的。对，你看，我们还有说，这个是 lokum 嘛，还有 cezerye， 这个是其实可是我们翻译的话，全部我们可以说软糖。通称是软糖。对。那我们来试试看哦。我们来切一下，这个应该是有开心果的，对。很扎实哎，哇，好香哦！开心果的味道。甜吗？甜，还可以甜，但是很好吃。可是配红茶的话应该没问题吧？配红茶就 OK， 它是一个非常疗愈的味道，它有点像牛轧糖，但是没有那么硬的牛轧糖，因为它你看非常绵密，然后外层是裹了满满的开心果。这个是 cezerye。哇。cezerye的特色是什么？cezerye里面比较有开心果，还是开心果的那个粉？可是其他的软糖大部分是糖分做的。这个开心果的台湾人会喜欢，这个是另外一种的，完全不一样的。它里面也有，这个也是它是坚果类的。对，坚果类的。这口感很不一样，它最外层这个有点像另外一种我们在吃的那种软糖、可乐糖那种。所以它更有咀嚼的感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的马拉城市安特城市来的，里面有核桃嘛，这个特别的。那外面这个是什么？糖跟一种蜂蜜一起做的，我们说 sherbet， 我们常常吃嘛。这口感就是真的就像你说，就外面是有点像包黑糖，对，然后里面是核桃，所以它会有软、硬交织在你的口中。别以为土耳其软糖只是观光客的伴手礼。对土耳其人来说，可是代代传承的甜点工艺。每一块软糖都选用天然的食材，像是玫瑰花瓣、开心果、核桃等等，每一小块都能尝到土耳其人对食物的用心与讲究。这个看起来结晶状的东西，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menthol。içiyoruz mu？ Yok hayır sadece kokluyorsun. 放热水里面，之后你这些闻到，不能喝，不能喝，就是用吸的。对。Direkt kokluyorsun. 马上就有吗？这个，等一下，太呛了。他也试试看，我好奇他自己也会吗？你给他，真的不真的？
你看他也有，不是重点是这种啊。他没有靠很近，我们都靠很近。这个很像那个什么，大家如果去泰国会拿那个鼻通有没有？那个小小只的那个东西，就像一闻就像它直接插进你的鼻子里面是一样的概念，而且它重点这么小一点点，它真的太浓了。老板都是说，这个是你去洗澡的时候放比较大的一个碗里面之后加2颗。你一边洗澡一边这个油的话，你的皮肤也那个打开一下嘛，所以比较毛细孔。对，比较对身体也很好的。这种结晶体称为薄荷醇，又称薄荷脑，主要是来自于薄荷的植物。加入热水当中，蒸汽可以帮助舒缓鼻塞、驱暑醒脑，真的是非常的强烈的味道啊！而用在土耳其浴、蒸汽浴当中，可以有清爽放松的香气。想不到逛一趟 Bazaar， 不只发现土耳其人的生活巧思，还能抓住他们的味蕾喜好呢。好，那我们走在这伊斯坦堡的，不管是清真寺附近啊，或是大街上，最常看到的2个摊位，第一个就是 Simi。就是那个芝麻圈，大芝麻圈，我们早餐都会吃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朝思暮想的烤玉米跟烤这个栗子。它有水煮跟烤的，那我们就一个烤的，一个水煮的好了。This one as well. OK。我还有喝红茶，土耳其人肯定喝红茶。哇，一定要加盐巴，我跟你讲。Bolder咖啡 ，Bolder。超多盐巴。我说加多一点，我吃这个。马夏拉。马夏拉。看起来蛮好吃的。我们也喜欢，我们冬天的时候，妈妈热热的，对，一直说我们吃。哇，它这个盐巴不用钱的。And 100 gram。哦，不错哎，它外面是热的，里面是冰的。干嘛？真的是冰的，我没有胡来。我这个人很恭维就喜哉哈。Arsenal'da şey eker misin sana da? Aynen, vallahi. 我看土耳其就是重油、重咸、重甜。你们看，这个是盐。太扯了啦，涂家。没有啦，大概。我们来吃看这个栗子。我跟你说，它那个加热根本就是形同虚设。来，我帮你剥一个。是不是冷的？真的里面冷的，外面热的。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玉米。走在土耳其街头，最常看到的就是一台台的烤玉米或烤栗子的摊车。一问才知道，这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街头点心，边吃边聊就是日常的生活写照，也成了漫步在城市当中最有人情味的画面。不过入夜之后的伊斯坦堡，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风情，像我们所在的就是年轻人的天下。快到了，我们现在要去老鹰广场。那今天晚上的任务呢，要来找一个老朋友。我大概有3、4年没看过她了，因为她台湾人，一个女生，她就是长期这几年都住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这边。我是一个土耳其人，可是现在一个台湾的朋友们推荐我们吃的东西，所以我看看我喜不喜欢。等一下我们会吃羊肠烤肉，我1年1次吃，所以我等今天。如果他给我不好吃的一个羊肠烤肉的话，之后我们不是朋友。这里是真的年轻人的地方，真的最热闹的地方，所以我们来这里。那他在哪里？对，我们找一下。来，看到了，你去哪里？哇，米娅，好久不见！太久不见了，真的，这位就是米娅。嗨，我们多久没见了？好久，自从对疫情以后，你来这边以后，土耳其就没有了。就是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有大家在哼唱，是因为现在有比赛，北唱比赛。那刚刚看是1比0啊，现在是领先的状态。对。哇塞，他们也太嗨了吧！没想到土耳其人对于本地足球赛这么的热衷，而且不吝于展现自己的热情，在大街上就可以跟着人群一起手舞足蹈，更可以一起分享最在地的夜市美食。因为这个摊是我的朋友开的，所以我要帮大家制作玉米给大家吃。好，没问题。你之前吃过吗？好像我就只有吃1整根的那种。我之前吃过了，所以我看看你做的怎么样，好不好？我做的已经超好吃了，这是我专业的。OK， 加油。第一个我们会加奶油，然后你们喜欢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多一点，我少一点，多一点，盐巴多一点。台湾人不喜
喜欢，但不多盐巴。没关系，我喜欢。好，我等下另外帮你多加一点。好，那我们就先把它搅拌。拿来。那你们想要加什么酱呢？番茄酱，我喜欢番茄酱。你喜欢番茄酱让龙龙呢？我要加这个是什么？这是柠檬汁跟石榴汁。可是土耳其人好喜欢石榴汁跟柠檬。那我要加这2个。哦，你加油。对，我要加这2个，试试看。加番茄。好吧，来试看看喽。谢谢刀哥，不会，试看看好不好吃。先用一下。可以吗？我做的好吃吗？我就是非常好吃。怎么样？有点酸，味道有点重。没关系，你刚刚说没问题。对，我把它拌匀一点就可以了。可以吗？喜欢吃吗？那这样子一杯多少钱啊？现在是免费50块，50里拉，现在涨价了，80块，这个你们吃是90块。它有点酸甜的，那酸的味道比较重一点。或者是直接番茄酱拿出来。为什么你不用美乃滋？但我觉得还是偏咸的，那个石榴汁的味道还是蛮咸的。比起传统的烤玉米，这种玉米杯吃起来更软糯湿润，而且还有各种口味可以选择，难怪更受年轻人欢迎。倒是涂家朝思暮想的这一位，可就得要看真功夫啦。我要辣的，你可以4分之一，好，还切一口压的。好，还是我说。你说真的，你说的。比别人比切的烤了。如果我很喜欢的话，我再吃一下。好，没问题。你们等我。好。那个羊肠烤肉它的形状非常的特别，你看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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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羊肠这样缠绕起来，就跟个橡皮圈的感觉，然后拉长。我不喜欢这里的味道的话，之后我跟他不是朋友。你这边一定可以，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生意都很好哎。那我看。好。好香哦！我觉得这边没问题，很香。而且它用很简单的香料可以烤出来，味道很简单，它就有黑胡椒跟一点点香料。很香，真的很香。很好吃。我不吃羊肉人，可是我敢吃羊肠。据说羊肠烤肉最早是源自于希腊，后来随着鄂图曼帝国的扩张而流传。虽说是羊肠烤肉，其实里面还包着肝、心、小肠等内脏，剁碎之后加入香料调味，最后加入香喷喷的面包，就可以大快朵颐啦。我现在流口水，可是我等他们，这样比较礼貌的。一起吃，谢谢克雷。阿菲多斯，阿菲多斯。我礼貌1秒。哦。我们继续当朋友，蛮好吃的。它的面包很酥脆，它都现烤，你知道吗？它的那个香料的味道刚刚好，不会太咸。想要的话，我觉得可以加多一点。一般的话，我喜欢加多一点。真的，这样子刚刚好哎。我需要加多一点。老板也来了。老板来了。老板的旁边我们吃。老板挡住我镜头了。拿一口，拿一口。哎，不错哎，还有女性节目可以看。啊，别都糟了，你在糟了。不夸张，如果我不说的话，很多人可能吃不出这是羊的内脏，还以为是什么香辣肉末三明治，是重口味者的爱好，绝对不能错过的土耳其经典滋味啊！那我们吃完这个 Coco 类呢，这个羊肠烤肉，我们旁边有一个叫 Media 的东西，这个呢就算是淡菜相伴，对吧？对，是的。这算刚刚涂教有说，这不算正餐，这算小点心。是。肚子饿了就来一个一个这样子。可是这个是我们觉得是没有很海鲜嘛，我是中部的人，我也很喜欢这个，因为是这个里面有白饭，对不对？可是这个白饭里面特别他们加了黑胡椒，所以我们特别还有加柠檬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海鲜，所以我们很爱，要不然我不吃海鲜的人。哦，他来了，他来了，你们看，这样更好吃。哦，我也要 Bendy Stew， 你们看，老板也的话更好吃。而且 Bendy Stew， 我也要。这个它就真的像一小口，非常非常的小，像油饭一样的感觉。这个没有海鲜的味道，这个比较有白饭的。它只有糯米饭的味道，它其实就很像油饭。好大一个。这个像什么你知道吗？妈妈做的葡萄叶卷的柳叶面的。然后现在这个好像是现在一个是10块里拉。10块里拉，对。对，你看满满的，满山遍野的淡菜相伴。我们快吃了100块的。对，我们3个这样吃100块。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在算。你也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只要站在这边，老板就会一直给我们。一直喂。老板赚钱的，老板不要停，所以他不会停，老板加油，他绝对不会停。老板加油。但是因为它有加柠檬，它越吃会越刷嘴。对，它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对，很开胃。哦，有美女来吃了。美女来吃。等一下，不能直接看他们害羞。哦，我看。我看比较 OK。Buyurun, sizi çekiyorlar. Merhaba. Merhaba. 你们看 Turkey menu 怎么吃？哎，我这边闻到一个很香的味道，不知道是蛋菜香饭香还是我的味道吗？不是，绝对不是，是法香区，法香区。啊，咱们一个，就这样一个。OK， 我们请，我请他们了，我请他们。ısmarlıyor öğretmenimize gereken. 谢谢导演，谢谢导演。你们用到他们的IG。快，老婆在看，老婆在看。关起来，你去。拜托土家，我请客是为了做好国民外交好吗？要让土耳其人知道，我们台湾男生也是很 gentleman 的。而且这个蛋菜香饭，咸香酸爽的滋味真的是越吃越刷嘴。就像这样站在街头边吃边聊，邂逅不同的人事物，正是伊斯坦堡最迷人的日常。挑照片啦，非常非常多。其实我选的照片已经，我知道，我就知道你要选那一张。对，我选的是这个。这张是什么？自己大家。他们一定看了，已经。这张就是我们在剪头发的时候，我的鼻子啊，然后我的脸上的毛。为什么你选这张？因为这个我很开心，还有很难过的一个事件。你不难过？你怎么会难过？因为是我没有亲过你，真的很痛，对哦，鼻子现在还是痒痒。对，你看这边是他看的是这样，他看的笑死了，意思是拜托不要，好不好？这个他的脸这个意思。独家一定要一次完成。对呀，很好玩啊，这什么意思？我说了，我不可以忘记 baby。他居然学这样子，那我来听一下。那你选的？当然是热气球啊，对不对？当然。这个热气球这么漂亮，重点是我们在卡巴多基亚从冬天下雪，拍到出太阳，对，然后刮风，什么东西都被我们遇到了。谢谢嘛。哎呀，老天爷帮忙啊，太赞了。 Değil mi annem yani çocukça her karış yani. Öyle oluyor ki. Mama said that good paso kucak tablosan short sweet I made you one. Sama sıfırdan nine. Hepsi evli. Hepsi evli. 10. ayda evlenecek. Aferin oğluma sen de evlensin. 我觉得人家都要结婚，那你呢？你家人在台湾，妈妈不会担心。 Ya etmez olur muyum ya? Evlenirse en azından çocuklara karşı hanım oğlu çocuklar olur. Aklımız da orada kalmaz. 当然会担心，但是他如果有个家庭的这种，好厉害哦！太厉害了，还是把话题拿过去。我厉害吧？他的重点是我结婚。 Size hep biz bir olun ki Olga'yı everin orada. 那大家一起在台湾，开完，有一个，哇，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哇，超级大，对，拉着，超级大，你看。那相信大家都有吃过回转寿司或者是回转火锅，但是你有吃过回转甜点店吗？这个巧克力味道和巴沙拉超好吃的，你看。这个有点像姜糖，哇，选择障碍。我只是吃了2个，真的。哎呀，真的，2个就这样结束了。网络版有啊，那么多吗？所以记得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有回很多礼物和最好看的自由的旅行者。